香港法院15日审判78岁的媒体大亨黎智英违反了国安法罪成。这一裁决敲响了香港新闻自由的丧钟，引发了全球强烈谴责。而11月底，宏福苑大火夺走了至少160条生命的阴影仍未散去。两个事件表面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同样灼烧着香港的未来。今天我们将带大家深入剖析黎智英罪成裁决的冲击，以及它与宏福苑火灾之间的深层连结。从新闻自由的缺失，到民生安全的疏忽，再到整个社会治理的失衡。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岳音。我们先看黎智英案的最新进展。78岁的媒体大亨、苹果日报创办人，早前被控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1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审判历时156天。15号的上午，西九龙裁判法院作出裁决，3项控罪全部成立。审理本案的是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立斌、李运腾、李素兰。整份判词非常厚，长达855页。法庭当天只宣读了判词的总结部分。判词怎么说？法庭认为，根据黎智英发出的 WhatsApp 讯息，他撰写的文章以及他接受 Fox News 访问的内容，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其一，他与苹果日报高层等人串谋煽动；其二，他与李宇轩等人串谋，请求外国对香港实施制裁及封锁，因此裁定他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名成立。判词同时对黎智英的供词作出严厉评价，指前后不一，闪烁其词，可信性不足。法庭还指出，即使在国安法生效之后，黎智英动摇北京对香港管制的意图从未改变，只是由明转暗，以更隐晦的方式继续进行。而他一连串裂洞，法庭认定其唯一的目的是寻求中共倒台。至于量刑方面，本案将与早前已认罪的苹果日报高层一并处理。案件排期于1月12日再度开庭，听取各被告的求情陈词，预计需要4天时间，实际判刑日期将尽快公布。刚刚过完生日，踏入78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自从2020年12月起，一直被还押至今，已经超过了1800天。案件自前年12月18号正式开庭，庭审断断续续，前后进行了156天。黎智英是港区国安法之下以勾结外国势力罪被起诉的第一人。这条罪名法律写得很清楚，最高的刑罚是无期徒刑。而据家人透露，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糖尿病、高血压，再加上长期毒球的影响，指甲变成了紫灰色和绿色，并且逐渐脱落，牙齿也开始腐烂。由于案件备受关注，上个周五裁决日期一公布，传媒就已经开始在法院外排班轮候。到了星期日，排队的人龙已经出现。偏偏香港近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气温明显下降，周日晚起跌到了摄氏15度以下。通宵轮候的市民只能席地而睡，用羽绒外套、睡袋撑过寒夜。有人撑起了雨伞，其实没有下雨，只是想挡一点风。黎智英的妻子、子女、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也到场进入庭内等候。同时，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等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也派人到场旁听。凌晨12点多，有市民带来1箱苹果，他说本来想买64个，但数量不够，最后只买到48个。有市民手里拿着1颗苹果，被问这颗苹果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他想了一下说，苹果日报真相 Freedom of Press Freedom of Speech。 苦笑了几声之后，又补充了一句 Freedom of Choice， 总之就是 Freedom。 很快警方介入，那箱象征自由的苹果被要求处理掉，理由很简单，阻街。
最后排队的人一个一个把苹果拿走，只剩下一个空纸箱被清走。至于保安安排，当然一点都不能马虎。清晨开始，法院外全面布防，多辆警车停泊，装甲车、剑齿虎进场，全副装备的反恐特勤队，身穿避弹衣的蓝帽警员在附近驻守，警犬巡逻在花草里来回搜索可疑物品。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划算的好消息。我们一直大力推荐，而且经常卖到断货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在圣诞期间推出了超级优惠。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一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身体和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后他2个月没有服用，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由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液，做成了口动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非常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期间，除了享受85折优惠12月15号到1月12号之外，在美国地区购买红海参还可以享受以下赠送的优惠：购买2盒，每盒30条装，或者1盒60条装，赠送1小盒参片；购买4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2盒60条装，赠送2小盒参片；购买6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3盒60条装，赠送1根黑参。赠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季节里，愿健康能陪伴您和家人度过每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红海参修复饮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心意。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的一年身体强健，精神满满。李智英今天身穿灰色西装外套、浅绿色的毛衣、白色的衬衫，戴着黑框眼镜进入法庭。进庭时，他向家人挥手，露齿微笑，看起来精神尚可。李太太和他的儿子也挥手回应。在等待开庭期间，李智英一直望向公众席。正式开庭后，他戴上耳机，聆听法官宣读判决内容。整个过程中，他神情平静。对于这份长达800多页的判词，追光者引述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恩浩的分析指出，判词中较值得关注的是法庭在论证过程中大量的引用黎智英在国安法生效前的言行，特别是在处理勾结外国势力罪时。李恩浩指出，国安法明文强调不具追溯力，但法庭在裁决时却广泛的援引法律生效前的行为作为论据，当中存在相当大的模糊空间。他认为这种做法涉及基本法律权利，也与国际人权标准存在冲突。针对判词指黎智英在国安法实施后仍以隐晦方式勾结外国势力，李恩浩指出，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承认，黎智英在法律生效后并没有任何公开或明确要求制裁的行为。那么隐晦是怎么成立的？这正是一个高度可以争辩的地方，因为法律生效前的行为不能自动决定生效后的意图。法庭的做法更像是透过铺陈，把黎智英与外国政要的交流一步一步组装成勾结外国势力的罪行。从国际人权角度来看，李恩浩认为，案中针对黎智英言行的指控，本质上属于普世的政治参与、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根据基本法第39条，香港法律应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但他认为本案的裁决结果并不符合相关国际人权标准。李英浩特别指出，整个裁决其实带有一种强烈的讽刺意味，因为黎智英只是向国际社会指出港府违反人权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就能构成犯罪吗？更讽刺的是，在审讯尚未开始之前，中共及官方的媒体早已把黎智英描绘成了一名罪犯。换句话说，在北京的视角里，裁决之前，结论已经存在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李英浩认为，香港法院其实没有空间去改变这个大方向，定罪几乎是一个确定的结果，剩下的问题只是在量刑上，法庭还能有多大的自主空间呢？黎智英被裁定3项罪名成立后，他的儿子黎崇恩与国际法律团队在英国召开了记者会，回应裁决。黎崇恩在开场发言中表示，父亲被裁定有罪并非他最意外的事情，真正让他心痛的是父亲在健康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被判有罪。他说，这次裁决反映了国安法被用作打压意见者的现实，这让家人倍感沉重。他提到，现在是时候说到做到，希望英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让父亲获释，视为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重要前提。黎崇恩还说，如果连一位70多岁、健康状况已经非常脆弱的父亲都无法被送回家，那又如何期待两国能够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关系？黎智英的女儿黎彩透过书面声明表达了家人深切的担忧。她回顾过去几年，亲眼见证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父亲现年78岁，过去5年一直身处艰苦的环境，我们非常担心他还能承受多久。字里行间充满了牵挂与不舍。黎彩指出，这次的裁决也再次的提醒，即使父亲身体虚弱，他仍因象征的意义而受到关注。他强调，家人始终相信父亲是清白的，也期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特别是美国，能够帮助父亲回到家人身边，平安康复，重新享有生活的温暖与自由。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裁定罪名成立后，随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应。英国、美国以及台湾相关部门都发表了声明，严厉地谴责香港政府以国安法进行政治检控，以及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一致呼吁港府立即释放黎智英。英国外相顾启慧15日发表声明，形容案件为政治检控，强调黎智英只是和平行使言论自由，却遭到了中国与香港政府的针对。他指出，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目的在于消除批评声音。顾启慧重申，英方将持续要求立即释放黎智英，并确保他能获得所需要的医疗照顾。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也发声明，指黎智英只是因从事新闻工作及维护民主信念而被定罪，并指出香港任意拘押政治犯的情况已与委内瑞拉、缅甸相近，曾经引以为傲的法治体系已不复存在。CECC 强调，黎智英本不应该被捕，现在更应该无条件的获释。台湾陆委会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对黎智英被羁押5年表示严厉谴责，指出裁决显示香港的自由、民主及司法独立正在持续侵蚀，呼吁中共及港府立即释放黎智英，停止打压，还港人应有的自由与权利。多个国际传媒及人权组织也发表了声明，谴责判决不公。香港记者协会对裁决表示极度遗憾，指出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却有人因新闻工作身陷囹圄，对新闻界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生表示，这是国安法下的一个象征性案件，他对黎智英最终被定罪感到震惊。他形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很多优秀的媒体同行都曾在苹果日报工作，
最后这些媒体都消失了，类似的媒体机构也不会再出现。他希望黎智英有生之年能够获释，希望他能坚持下去，早日与家人团聚。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董事裴伦德表示，如果黎智英健康状况报道属实，他很可能会死在狱中。他指出，黎智英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向世界揭示中共的真实面貌。IPAC 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这场践踏正义的审判以及预计结果的判决，认为被定罪的对象与其说是黎智英，不如说是香港当局。他们同时表示，要共同哀悼香港法治的沦丧，也哀悼这座曾经获世界赞誉的城市所承载的价值正在逐渐消失。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指出，黎智英被定罪犹如为香港新闻自由敲响丧钟，揭示新闻工作这项至关重要的职能在这座城市已经被重新包装成了一种罪行。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全球领袖采取行动，确保获新闻自由奖的黎智英能够获释。他们指出，接受审判的并非个人，而是新闻自由的本身，而这项判决却将其击碎。国际社会施压的时刻已经到了，包括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都应该向北京施压，要求释放黎智英，因为这次判决不仅决定黎智英的命运，也关乎香港新闻自由的未来。黎智英罪成的这一天，宏福苑大火的阴影依旧笼罩着香港。11月底，一场吞噬至少160条生命的火灾震撼全城，也刺痛人心。这场悲剧让人无法忽视一个现实：如果香港仍然拥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活跃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立法机关，也许悲剧根本不会发生。宏福苑的居民早就发出了警告，他们抗议过雇用合规记录不良的维修厂商，他们投诉过潜在的安全隐患，包括棚网易燃、工地有人吸烟。然而，所有的呼声都在权力和沉默面前无声消散。在以往的香港，这样的事情足以引发媒体关注和立法会调查。民主派议员可能要求局长列席被询，苹果日报可能刊登长篇追踪报道。随着舆论压力增长，主管建筑安全的官员或许不得不采取行动。而如今，现实却是能发声的人要么流亡，要么被迫晋升。曾经能撼动社会的媒体力量被压制，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更是身陷囹圄，无法为这些早已明显的警告发出声音。表面上，一个是公共安全灾难，一个是政治审判。深入观察，两者其实连结于香港长期存在的镇压与问责缺失。首先，在象征层面，宏福苑火灾的熊熊烈焰像是一个隐喻，映照社会积压的不满与焦虑。黎智英案则是新闻自由受压的象征，媒体无法揭露潜在的安全隐患。如果苹果日报仍在运作，也许楼宇漏洞能够及早曝光，悲剧有可能被避免。其次，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两起事件都暴露出政府优先顺序的严重失衡。国安法实施后，资源大量倾向于镇压意见，而民生安全却被忽视。宏福苑火灾显示，香港的建筑规管黑幕重重，但港府却利用严苛国安法对灾后批评者施压。人权观察形容，香港人被困在自己未曾选择的体制里，而可悲的是，他们无路逃生。宏福苑大火既是公共安全的悲剧，也是北京镇压下付出的高昂人命的代价。黎智英国安案于15日上午裁决后，特首李家超午间即启程赴北京述职。在香港机场会见媒体时，李家超针对黎智英案大展战狼式口才。根据港府新闻公报，他对法庭裁决表示欢迎，指控黎智英长期利用苹果日报制造社会对立，煽动仇恨，
并用极重的语气痛斥黎智英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市民福祉，其行可耻，其心歹毒。外界分析认为，裁决与述职同日发生，似乎是精心设计。在国际谴责声浪高峰期，李家超既能顺利进京避风头，又能顺手上报邀功，完美呈现稳定局面的表演。至于红福苑大火和民生危机，那只是背景板，供他在述职时自豪地展示成就。无论外界如何猜测，此次李家超述职毫无疑问是要向北京展示稳定成果。从红福苑大火到黎智英罪成，他献上的不是答案，也不是真相，只有忠诚。观众朋友，黎智英案判决引发的外交谴责与制裁讨论还将持续发酵，而红福苑火灾的真相一天未明，公众的不满就不会消散。压制声音的代价，往往是无声中积累的更大灾难。香港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火焰中重燃问责与自由之光。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